恭喜你，亲爱的朋友，你即将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，揭开天选之人的神秘面纱。你是否曾经感觉自己与众不同，仿佛命运在召唤你去完成某个伟大的使命？今天的视频将带你深入探索天选之人必须经历的7个终极考验。看完这个影片，你将获得对自我更深的理解，找到面对挑战的勇气，并且学会如何在逆境中成长。别忘了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，说一句我准备好了，迎接命运的考验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彼此的蜕变与成长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朋友们，我们常常听到天选之人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词汇，它仿佛只存在于古老的神话和传说中。然而，真实的天选之人并非天生注定与众不同，而是通过后天的努力和内在的转变，逐渐脱颖而出。他们经历了一系列不易被察觉的考验，这些考验不仅仅是体能的较量，更是深入到精神、心智和情感层面的深刻挑战。能够经受这些考验的人极其稀少，而成功通过的人更是凤毛麟角。但那些成功通过考验的人，将会经历一次彻底的转变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。请记住，生活本身就是一场考验，每个人面临的挑战都是独一无二的。这些挑战就像是阶梯，每攀登一层，难度便会增加。所谓的天选之人，正是那些勇于面对最艰难考验的人。他们并不是主动选择了这条道路，而是仿佛命中注定，无法逃避。在他们内心深处，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召唤，一种坚定不移的使命感在驱使着他们前行。你必须经历这一切，这不是一个选择，也绝非浪漫。这些考验会将你推向极限，让你质疑一切，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。但如果你能坚持到底，你将经历一次重生，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。今天这个影片，让我们一同探讨天选之人必须经历的7个考验。每个人可能会以不同的顺序遇到这些考验，但最重要的是你如何应对这些挑战。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，请在评论区回复一句我勇敢面对宇宙的考验。希望你在人生的关键时刻，拥有直面真相的勇气和拥抱变化的智慧。现在，让我们开始这段探索之旅。成为天选之人的第一重考验，是勇敢面对真实的自我。我们常常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塑造自己的形象，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。工作、人际关系、财富，这些外在的标签成为了我们定义自己的方式。然而，第一重考验要求你剥去这些外在的标签，直视镜中那个最真实的自己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就像是凝视深渊，当你不再被外部世界所定义时，你究竟是谁？当所有外在的光环都被剥离时，你又剩下什么？面对第一重考验时，许多人选择了逃避，躲回到他们熟悉的幻境中。但那些注定要成就非凡的天选之人，却勇敢地面对。他们坚定地站立，勇敢地凝视镜中的自己，深入内心的深渊，深深地追问那个最根本的问题：我究竟是谁？你是否曾经深刻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？不是匆匆一瞥，而是持续而坚定地追寻，直到找到真正的答案。第二重考验是孤独。在这个充满喧嚣的世界中，我们被社交媒体、工作和亲朋好友的声音所包围。要通过这种考验，你必须学会独处。
不仅是身体上的，更是心灵和情感上的。你需要能够在寂静中安然自处，直面内心的思绪、恐惧和欲望。在这份寂静中，你会开始听到另一种声音，那是你内在的呼唤，是真实自我的声音。大多数人害怕寂静，因为他们害怕面对可能听到的真相，而天选之人却懂得拥抱这份寂静。他们深知真理就蕴藏在寂静之中。第三重考验可能是最难的一关，学会放手。在人生旅途中，我们紧抓着太多东西，怨恨、期待、失落。我们背负着过去的重担，让自己步履维艰。要通过这种考验，你必须学会放手一切，释放对结果的执着，对人与物的依恋。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再在乎，而是不再执着。你要相信，命中注定属于你的终会到来，不属于你的终将离去。放手不是示弱，而是一种强大的力量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放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，而是持续的修行。你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去释放，去信任。第四重考验被称为灵魂的暗夜，即便是最坚韧的灵魂，也曾在此折戟沉沙。在这重考验中，你所有的认知与信念都将被颠覆，仿佛整个宇宙都在考验着你。你能在多深的黑暗中依然守住内心的光芒。在灵魂的暗夜里，你将经历前所未有的内心动荡，周遭的一切仿佛都在崩塌，亲密关系破裂，职业道路中断，人生目标消散。你不禁自问，为何这一切会降临于我？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最重要的是，我能否走出这片黑暗？然而，这里藏着一个秘密，灵魂的暗夜并非惩罚，而是进化，是你灵性进化的必经阶段。黑暗的降临不是为了摧毁你，而是要剥离一切不属于你的外在之物。正是在至暗时刻，你才能寻得内心最深处的光芒，前提是你能够承受这份煎熬。面对这种考验，大多数人会陷入绝望，最终放弃，迷失在黑暗中，而天选之人却永不失去希望，从不向绝望屈服。他们深知黑暗只是暂时的，是必经的过渡。即便看不清前方的路，他们依然坚定前行，始终相信隧道尽头必有光明，哪怕此刻伸手不见五指。让我问你，当一切分崩离析之时，你会如何应对？是惊慌失措，还是拼命想要挽留那些正在破碎的人事物，亦或是选择放手，相信该留下的终将留下，该离开的终将离开？第五重考验是关乎信念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，而是对自我、宇宙与生命的笃信。当你身处灵魂的暗夜，你必须相信黑暗终将过去，相信冥冥之中自有更宏大的安排，即便此刻无法洞察。这或许是最艰巨的考验之一，因为它要求你相信肉眼无法看见、理性无法证明的事物。它要求你信任那些无形之物，坚信一切皆有因果，纵然因果尚未显现。这种信念并非盲目，不是对痛苦视而不见，也不是自欺欺人的粉饰太平，而是在完全承认并感受痛苦的同时，依然选择相信这一切自有其意义。这是对宇宙的信任，相信它不是在与你为敌，而是在为你开辟道路，即便表面上一切都在崩塌。当你处于灵魂的暗夜时，你的信念将一次又一次受到考验，你会不断被诱惑放弃希望，认为黑暗就是终点。然而，天选之人却能始终坚持，即便看似已无可坚持之物，他们会继续前行，
哪怕每一步都像是在把自己带入更深的黑暗。所以，让我问你，你的信念有多坚定？当周遭的一切都在分崩离析时，你能否坚持？你能否信任那些无形与未知，即便前路一片漆黑？第6重考验是沉浮之考。当你在黑暗中徘徊已久，与重重疑惑和恐惧斗争之后，你最终会来到一处悬崖边，这里标志着第6重考验的起点。走到这一步，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坚韧和力量，证明了自己能够承受巨大的痛苦和不确定性。然而，这重考验不是关于力量的较量，而是关于放下控制欲。在人类的本性中，我们渴望控制、规划、组织、策划，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生活、未来和人际关系。但生命往往不按我们的剧本发展，它常常将我们引向意想不到的方向，有时带来痛苦，有时带来喜悦，但总是充满神秘。天选之人是那些领悟到控制只是幻觉的人，他们明白有一种更高的智慧在运作，一种超越人类有限心智的力量。他们愿意向这种力量臣服，放下对结果的执着。但这种投降不是放弃，不是停止关心或努力，而是停止抵抗，不再与生命的潮流对抗，而是随波逐流。想象一下在河中游泳，如果你坚持逆流而上，最终会筋疲力尽而无功而返。但如果你顺应河流，就能毫不费力地到达目的地，这就是向生命臣服的真谛。在这重考验中，你不仅要放下计划，更要放下身份，自我放下对自己的所有定义。你可能需要放下欲望、依恋，甚至梦想。这种臣服不会一夜之间完成，而是一个需要信任的过程，信任生命，信任自己，信任那个正在展开的宏大蓝图。扪心自问，你的生命中有多少时刻在试图掌控一切？你多尝试抗拒现状，期望它们有所不同？如果你停止抗拒，会发生什么？如果你放下对每个结果的执着，单纯地相信一切发生都有其理由，又会如何？臣服之考不是关于软弱，而是关于力量。这是一种放手的力量，一种信任未知的勇气。大多数人永远无法通过这种考验，因为臣服就如同投降，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放弃。然而，天选之人深知，投降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，是你终于融入生命洪流的时刻。当你停止挣扎，开始任由生命指引，向生命投降并不是放弃力量，反而意味着你与一种更宏大的力量达成共鸣，开始运用宇宙无限的智慧。但要驾驭这种力量，你必须首先放下控制的幻想。让我问你，你能接受臣服吗？你能放下对生命每个层面的控制欲吗？你能相信生命自有其道，即便你未能窥见全貌吗？这便是区分天选之人的考验。它要求你放开方向盘，让生命带你抵达该去之地。这里存在一个奇妙的悖论，当你臣服，放下控制欲时，你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力量。但这并非你想象中的控制，不是操纵结果或强令万物依从己愿。这是一种源于与生命和谐共振，与宇宙同频共舞的力量。当你处于这种臣服状态时，一切都将水到渠成。你会发现自己总能恰到好处地出现在该在的地方，恰好在该在的时刻。这种臣服需要深刻的信任、坚定的信念，以及勇敢地踏入未知领域，拥抱生命的神秘，而不必追求每一件事的明确答案。
你能否做到这一点？你能否勇敢地迈向未知，相信自己会得到指引和保护，即使前路模糊不清？这便是沉浮之考，是天选之人必须经历的终极考验之一。只有那些真正能够放手，真正能够向生命之流臣服的人，才能跨越这一难关。而那些通过考验的人，终将发现，生命为他们准备的远超过他们的想象。如果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如果你已经通过了沉浮之考，那么你就是那些经历了最严苛考验的少数人之一。但还有最后一重考验在等待着你，这是最深邃的一关——觉醒之考。当你最终领悟到自己的使命，当你看清一直指引你的终极真理时，这一刻终将来临。最后的考验不在于忍耐，而在于觉醒；不在于你能做什么，而在于你能看见什么。这是揭开面纱的时刻，你得以看清世界和自己的真面目。这是你觉醒于自己的使命，理解所有考验的意义，明白为何要忍受痛苦、黑暗与不确定的时刻。天选之人之所以被选中，不是因为他们特别，而是因为他们选择觉醒，选择直面真相。即使这真相令人不适，即使它挑战了一切既有的认知，他们觉醒于这样一个真相：你并非与生命割裂，你不是环境的受害者，你就是生命本身，以独特的形式、独特的历程来表达自己。最后的考验让你领悟到，所有的挣扎，所有的考验，都是为了让你更接近这个真理。他们剥离了所有的幻想、虚假的身份与自我欲望，让你得以看见更深层的实相。这个实相是你的存在必有其原因，你在这里是因为生命想要通过你来体验自身。你的使命不是需要向外寻找的东西，它就在你生活的每一个瞬间中。最后的考验要求你觉醒于这个真理，认识到你并非与宇宙分离，而是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当你觉醒于这个真理，一切都将改变。你不再执着于控制，因为你明白生命本身就在完美的展开。你不再苦苦寻找使命，因为你意识到你的使命就是简单的存在，体验以最真实的方式表达生命。但这种觉醒并非旅程的终点，而是新征程的起点。一旦你通过了这最后的考验，你就不再受制于思维，不再被自我与恐惧所束缚。你获得了自由，能够自由地过有意义的人生，自由地创造、去爱、探索，不再背负恐惧与疑虑的重担。这是最后考验的馈赠，是通过重重考验的回报，唯有天选之人方能获此殊荣。现在让我问你，亲爱的朋友，你准备好觉醒了吗？你准备好直面真相，看清你是谁，明白你为何而来了吗？这条路并不轻松，这些考验并不简单，但若你能承受，若你能穿越黑暗，不被痛苦所击倒，你将在彼岸发现前所未见的奇迹。这就是天选之人的道路，这不是怯懦之人的路，这是那些愿意直面最艰难考验，经历最深重挑战，并最终在彼岸觉醒、蜕变与获得自由之人的路。朋友们，问题来了，你是天选之人中的一员吗？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上的订阅按钮，与我建立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，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。你永远不知道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。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，别忘了点赞，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。
记住，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。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